为什么别的孩子不生病，只有你的孩子生病？当你的孩子生病后，经过多方医治都治不好，你会怎么办？今天啊，我给大家分享一个真实的案例，就是如何用八字干支易学来帮病人缓解和改善病情的。通过这个案例，你就会深刻感受到中国八字干支易学的神奇。大家好，这里是元宝易学，我是老韩，欢迎来到我的频道。我的这个频道啊，是专门向大家分享如何用易学中的天干地支与八卦知识来测算未来、提高运势的。接下来我将分享2个主要的内容。第一个就是咱们中国的古人是如何利用易学的知识测算未来的。第二个就是通过八字干支易学，我们是怎么做到为一个小孩的健康进行化解和调理的。所以看完这个视频之后，你也一定会知道该怎么做了。那如果你对于这类的内容感兴趣，一定要订阅我的频道。如果能够点个赞就更好了，那样你就不会错过任何一个改善生活的方法了。喜欢阅读古籍的朋友啊，可能会发现，其实古人已经给我们留下了很多的史料、著作，包括案例，来说明他们是如何利用易学的知识来测算未来的。在《三国志》的《管路传》中啊，就有大量记载管路通过易学来进行预测的案例。而《三国演义》的作者呢，罗贯中都曾这样评价管路：传得圣贤真妙诀，平原管路相通神。因为管路在进行易学占断的时候啊，他用很多的方法，还包括一些像鸟占、风占。那什么是风占呢？说白了就是用风来去占断事情。接下来我来讲一个《三国志》当中这管路啊用风占断事情的真实案例。有一天中午啊，这个管路啊去一个地方长官家，这个长官呢叫王洪直。刚到他家不久，就看到他家庭院当中啊飘过来一阵风，这阵风卷着整个院之中的灰尘树叶，在庭院当中团团打转，形成了一个小旋风，离地啊有3尺多高。一会儿停，一会儿又刮起来了，刮了一会儿之后啊，又开始起来了，半天这风才停。这王洪直就问管路了：“哎，这风代表什么意思？是吉是凶啊？”这管路想都没想，脱口就答道：“不是好兆头啊！预示着第一点，东方将有骑马送信的人来；第二点，可能父亲要哭儿子，就是当父亲的要哭儿子。”果然啊，第二天就有人从王洪直的老家胶州骑着快马来报信儿，是报什么信儿啊？他的长子因病去世了。这王洪直当场就伤心的哭了一会儿。然后转头就问这个管路：“哎，你是怎么判断出来的？你给我解释解释。”然后这管路就说：“昨天呢是乙卯日，这乙卯日啊，五行属木，视为正卦。这正卦其实就是长子的象。而昨天庭院中的风呢，它是从申未来的，申未它五行属金，这个金它来克乙卯的木。而且昨天是风是个旋风，风旋啊则木落，代表呢这个乙卯长子死亡的这么一个象。”那么这风呢起于昨天中午的午时，那午时属马呀，就有马来的这个象意。同时呢，午时的时候也是日上中天，为离卦。这离卦还代表什么呢？也代表文章文书。那综合起来就是有文书随着马来了，那其实就是有人骑马送信的这个意思。而且昨天这个申位啊，这个申呢，它也代表父亲。因为父亲这个申金克了乙卯，所以就有这个父亲哭子的这个象。哎，通过这样的解释，其实他就把他的判断依据阐述得很清楚。所以这个案例其实就是古人应用易学知识来去解读未来的人事物的一个案例。如果你对这个案例感觉有什么自己的看法，有什么自己的见解，也可以在评论区里提出来，我们一起讨论。之前啊，我曾经被人问过很多的一个问题，就是你怎么证明八字干支易学真的有用？那么在看视频的你有没有想过，为什么社会地位越高的人越容易相信八字干支易学，而且他们也会把这些易学的知识应用在自己的实际生活当中，来帮自己测算未来，进而改善自己的一些运势？我经常会遇到一些明星、官员、商人、老板来找我测算，甚至他们来找我寻求一些对他们不利的运势化解的方法，进而呢趋吉避凶。你可能会认为这些名人啊、名流啊，其实可能做了一些亏心的事，来寻求心理上的平安。但你反过来想想，能在社会当中崭露头角的人，他们会是傻子吗？他们这么多年的社会经验告诉他，
人生是有规律的，他们的财富积累、社会地位、个人名气都是命运给予他们的馈赠，所以他们就是想要测算未来，为自己趋吉避凶，这是人之常情。那么屏幕面前的你肯定也想了解一下你自己的人生路该如何辨识呢？我告诉你，只要你学习一些八字干支易学的知识啊，你也能为自己测算未来了。平时我也会遇到一些人会问你是如何测算未来的。接下来我来讲一个我们如何利用八字干支易学来进行测算的真实案例。那是在2024年春天，我们学习群里边啊有个学员，他的朋友啊在2023年生了一个男孩，但是在进入2024年2月5号立春之后，这男孩的身体一直不好，就是一直拉肚子，而且身上起了很多的湿疹。家人带着孩子去了很多的医院，中西医都看了，吃了好多种药都没有效果，连小儿推拿也都做了，但是没有用，全家人很崩溃。最后这个朋友啊找到我的学员，想问问能不能通过易学的知识来寻找一些化解的方法。我的学员跟我一说这个情况，我直接就判断，第一个，这小孩的八字干支啊肯定与今年的流年干支的组合出现问题了。第二个，这小孩居住的环境场，就是房屋结构啊、布局啊，也肯定出现问题了。所以要来小孩的八字一看，哦，是丙火日主的男命，他的八字是癸卯年戊午月丙寅日。通过这小孩八字分析啊，我当时就判断，第一个，这小孩的妈妈呀之前有损过胎，就是啊之前在生他之前有流产过。第二个，就判断出来这小孩的妈妈和他的姥姥婆媳关系不和。第三个，判断出来这小孩的父亲啊是个妈宝男。这些断语都是从孩子的八字推算出来的，而且反馈都是正确的。之后又要来这孩子的户型图一看，果然他居住的环境出问题了，也就是风水出问题了。于是呢，我给出了很专业的化解的建议。第一点，在西北方和正北方的厕所里来摆放吸水石。第二点，在东南方的厨房里边呢来放黄色地垫。第三点，就在孩子居住卧室的东南方来放狗的摆件，或者说一些图片。10天后，这学员就在学习群里啊给我们反馈，孩子的母亲啊就是按照我说的，他在2024年2月29号的时候，就在2个厕所里放置了吸水石，然后在东南角的厨房里也放置了黄色地垫。最后呢，在孩子卧室的东南角还贴了狗的图片。1周之后，也就3月5号，从3月5号开始，孩子就不拉肚子了，而且呢，身上的湿疹也好了很多。当时很多学员啊都觉得不可思议，难道这样摆放东西就能缓解病情吗？其实啊，很多人不了解，这就是通过八字干支易学进行调理和化解的最简单的应用。下面呢，我用简单的方式帮大家讲解一下原理。这个八字干支中啊，就是以这个日干丙火来当这个小孩来看的。我们都知道五行关系当中水是克火的，那这八字干支中年干的癸水它就是克火的。那换句话说，什么时间这癸水在地支里边有根，这癸水就很容易克到火。那今年2024年是甲辰年，辰就是水库，就是让这癸水建根的，所以它就容易有病情。那在原局当中呢，有个天干戊癸合的组合，那戊土是土，土能克水，但是今年2024年啊是甲辰年，甲木就要克戊土，让这癸水不被合住，那这癸水就要克丙火这个日主了。所以这小孩你看一进入立春就开始生病了。那我们怎么去做的化解啊？其实就是用延续这个土克水的方法，而且呢，通过他的户型图也知道他北方水气太重了，给他摆了这个吸水池之后，给无形当中化解他北方的水气，用的原理也是最简单的土克水。至于其他几点调整的化解的方法，今天我就不展开了，有机会再为大家逐一拆解。如果你对我化解这个思路有什么不一样的意见啊，也欢迎在评论区提出你的看法，我们进一步交流。这个案例就是告诉大家如何通过八字干支易学进行居住环境风水的调整，而且呢，确实为孩子的病情也形成很大的一个改善，可以说是对症下药。那么如果你也是丙火日主，在生活当中如果也遇到一些压力麻烦，也可以尝试用上面化解的方法，至少可以帮你减少一些压力，甚至减少一些疾病，包括一些麻烦官非等等。而且呢，还有机会可以让你感到更加的快乐，增加食欲。
但是这种化解，我们的原则是具体八字具体分析，具体的人具体有对应的一个化解方案。因为每个人的命运都是不同的。那如果你对于这种八字干支易学的知识感兴趣的话，我也推出了一套系统全面的基础知识课程，其中配合了大量的案例进行讲解。如果你有兴趣，可以咨询我直接学习。刚刚讲的这个案例就是通过八字干支易学来改善生活的实例，非常简单有效。如果你对八字干支易学不是很了解，或者你也想通过八字干支易学来测算未来，提高生命质量的话，你可以免费领取我推出的一本测算未来的书。相信你读完之后肯定会有新的收获的。你也会知道如何通过八字干支易学实现测算未来，趋吉避凶。可能有人会说了，那为什么我不直接找算命师傅来算，反而需要自己来学习呢？其实有很多因素会导致每个算命师傅水平参差不齐。就算你遇到了靠谱的师傅，你也只是知道了结果，但是你并不知道具体的原因，这样你就不能从源头进行改变。我们知道很多事物都是有因有果的，那如果我们通过源头的因进行调整的话，结果肯定会有利于我们的一方去改善的。所以我一直推崇叫授之以鱼不如授之以渔，这一点在测算未来这本书中就会有很详细的解释。我相信每个人都想测算自己的未来，提高自己的运势。其实你现在就只差行动了，只要你动起来，你的命运及运势，甚至你家人的运势，都已经开始在发生运转了。如果你再愿意花2到3个小时时间读完《测算未来》这本书，你就已经超越80%的人了。在这期视频中我只介绍了一个针对丙火日主改善风水、调理运势的小方法，之后我还会分享更多改善运势的方法，而且呢，绝对不止一种。我知道你肯定不想错过，那现在就订阅我的频道，免得错过更多的内容。希望今天分享的内容能给大家带来一些生活中的启示。这里是元宝易学，我是老韩，我们下期再见。